今天我们租的这一台 Honda， 它的价钱只需要10万块。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今天呢是一个摩托系列的影片。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我的摩托系列影片啊，之前呢我就介绍过我的第一台摩托啊，也不是第一台啦，就是最近买的第一台摩托，也就是2年前买的 Kawasaki ER6N， 是一个650cc 双缸的小重机，比较入门的重机。那过后呢，我就升级，就买了一台 Suzuki V-Storm 800DE， 它是一个比较偏越野风格的旅行车啊。当然也有介绍过我朋友的这个 MT-09 啦，就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 naked bike 小型摩托。Suzuki 的 Raider 也是有为大家介绍过，是一个小型挡车。这样 Scooter 是没有介绍过吗？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一台来自 Honda 本田魂的 Honda Airblade。这辆 Honda Airblade 呢，它是一个踏板车啦。所谓的踏板车就是 Scooter， 在台湾啊、菲律宾啊、越南啊，还有印尼很多国家都流行这样子的 Scooter， 因为它不用换挡啦。以前介绍过的摩托都是挡车，就是有 clutch 的，通常在左手边的位置都是 clutch。这里也是有一个 lever 在左手边，可是它是 brake， 它不是 clutch。当然右手边也是有一个 lever， 这个就真的是 brake 了啦。右边的 lever 是前轮的 brake， 左边的 lever 是后轮的 brake。跟我们骑山地越野脚车是德巴类的。我们山地越野脚车呢，右边是后面的 brake， 左边是前面的 brake 啊。当然也是有例外，是德巴类回来的，好像摩托这样子。尤其是印尼那边出产的一些越野山地脚车，那所以在骑这种摩托的时候呢，要自己快速的变换一下那个方向，不然如果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按太多前面的 brake 呢，其实是蛮危险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车，这里呢是越南，就好像刚才我们跟你讲了，这里流行 scooter， 这个是一个在越南这里 Honda 卖的 scooter， 它的 model 叫做 Airblade 风刀啊，非常好听的名字。但是这个不是最 latest 的款式啦，不是最新款，它是一个比较旧的 model 啊，应该是前2代啦，没有错的话。其实我也很难找到它的一些资料，太多个 model 了。这一款车是一个 4-stroke 4冲程的引擎，125cc fuel injection 哦，不是用 carburetor 啊，是用 fuel injection 的。比起我的那一种越野风格的旅行车呢，这个就真的是小很多啦。轮胎尺寸是80/90R14，14寸罢了。我的那一台呢，前轮是21寸，后轮是17寸，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然后前面是有一个 disrotor 啦，我的是2片 disrotor。一般上在头灯的位置呢，它是直接封闭式的，有点像电动车的那种款式这样子啦。可是这辆不是电瓶车啦，这个是走汽油的，要打油的。然后有一个 FI 的 logo fuel injection， 没有 side mirror 啊，只有一边。我们在越南的话，骑行是跟马来西亚的巴列方向的，我们马来西亚呢骑行是走左边的路，右边的路是跟我们对头嘛。可是，在越南呢，他们开车是一个左驾版，跟我们是相反的。摩托的位置走在路上也是跟我们相反，所以左边的望后镜是比右边的望后镜来的重要啊。其实我觉得2边都要有比较好啦，但是它没有望后镜，没办法，租来的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一辆踏板车嘛，是一个 scooter， 所以呢，它的传动方式是用皮带的，没有错 ，CVT， 就跟你们开的 Honda Civic、Honda City 一样是 CVT。它的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它的变速箱，里面是有2个锥形盘带动它的皮带，让这个轮子转动啊，跟我们的用链条驱动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当然，更加高级的 scooter， 甚至有些是 DCT 压箱，比起 CVT 是来的更加耐操。然后后轮也是小小一个，相信也是14寸吧。然后有2个 shock absorber， 这里有一个 Airblade。这种摩托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的摩托没有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按钮打开它的这个椅子下面的储存箱，这个位置可以放2个 helmet 没有问题，还可以带一些工具出门，真的是 very good job 啊。那我们平时骑的摩托都是手排档嘛，也不是手排啦，可以讲是脚排档，因为我们用脚来换牙嘛。这一台呢不需要换牙，转油它就走了，停下来的方式按刹车就停了。所以这种摩托比起我的那一种摩托的话，它的操作方式是简单的非常多。有机会可以试驾到 DCT 压箱的摩托呢，我也是个人非常期待。你们有谁在看今天的影片的话，都可以联络我啊。如果你们是 DCT 压箱的摩托的车主，给我体验
验一下，我想要感受一下 DCT 牙箱放在摩托上面是什么样的 feeling 啊。那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就会在想，在越南租摩托一天要多少钱？其实租金也很便宜啦。今天我们租的这一台 Honda 本田魂的 Air Blade 呢，它的价钱只需要10万块。这个10万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10万块的这个越南钱呢，换来马币大概就是20块钱，你可以开着它到处走。那当然没有油了，你要帮忙打油回去啦。现在的油呢是还有1/3，所以等一下很有可能会体验到开这台摩托去加油的 feeling 是怎样的。那现在我们废话少说，把摩托启动一下，听一下摩托启动的声音是怎么样的。非常的斯文，这个声音有好像没有这样子，我还是喜欢我的那种摩托的声音比较狂野一点。那这种摩托呢，跟你的车的 CVT 排档方式完全不一样。即使你的 Honda Civic、你的 Honda City、你的 Honda Jazz 一样是 CVT， 可是你还是要排档嘛 ，PRND 对不对？摩托没有的，摩托你启动了过后，你转油它就走了。按刹车它就停了，一切的操作都好像你在玩电动 scooter 那么简单。那现在我们废话少说，就上路试驾，体验一下这一台 Honda Air Blade 驾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啦。2000 years later. OK， 现在就是来到油站打油，这里的油站呢是要他们来帮忙添油的，打了1.6 Liter 就满掉了嘞。1.6 Liter 是4万块，4万块就是我们的差不多8块钱啦。8块钱买1.6 Liter 的油是很够力贵耶。我们的汽油1 Liter 才2块05分，1.6 Liter 在我们那边不就才3块多，这里竟然要8块钱，够力。OK， 现在把车油都打满了，我们就要 Let's go 了。OK， 现在呢就是在骑这辆 Air Blade，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沿海公路哦，风很大，收音应该会收不好。如果要讲体验动力的话哦，它的动力本来也没有很好啦。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台车呢，在越南骑啊，因为越南的车油很贵嘛。其实我们来到越南的时候就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哦，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里的人驾车都特别慢，特别有礼貌。我怀疑啦，是因为越南这边呢，因为它汽油很贵，所以全部人就要慢慢开车，为了省油。尤其我们搭 Grab 啊，那个 Grab 还没有开冷气哎，所以要试这一台摩托的动力是试不到啦。然后这台摩托也是比较旧了，在转油门的时候呢，那个动力响应是比较慢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整个刹车器也比较旧了，老化了，没有什么 brake 啊。OK， 现在一边骑车一边拍是有点危险，等一下我们停下来了过后再来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台摩托骑起来是什么感觉啦。幸好是一个大白天啊，晚上我就没有什么信心在这边驾摩托啦。然后因为这辆摩托呢又没有 LED 头灯，所以它的照明啊不是那样的好料。讲到 LED 灯泡呢，今天就要来为大家介绍 Rider ATS 严选的 LED 灯。那么没有错啦，这个 LED 灯呢，其实我们团队都有在用这了的。阿 Jeff 狗狗的车啊，也都是装上了 Rider ATS 严选的 LED 灯泡。首先呢，这个 LED 灯角市面上在售的大部分车款都有啦，不管你是新车或者是二手车，像阿 Jeff 这样子新款的 Persona， 不过它还是用这 Halogen 灯啊，同样也是可以做到更换成 LED 啦。再来亮度方面的话是35瓦，色温是6000，当然它也是带有切割线，不过就不如原厂车原装的 LED 这么精准啦。我们主要就是确保啊，在我们用到爽，但是同时你也不要闪瞎对向来的车。然后这个 LED 灯呢，它本身也是采用铝罩啊，它的后面它有一个小风扇，铝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散热快啦，再加上这个小风扇，这个温度过高的问题啊，大家就可以放心啦。讲到温度过高啊，当然这个 LED 它也是有助火工艺，所以它的瓦数啊也是非常稳定，这样子一来呢，就不会伤害到你的电板啊，或者是 wiring 等等的这个问题出现啦。灯也不会在你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烧掉，这样真的是非常危害行车安全的。重点是啊，我们还有1年的 warranty， 在1年期间呢，你坏掉的话，我们是直接做1对1更换，你只要拍个视频啊，把这个线剪断它，我们直接寄回同样一套灯角的送回给你，你也不用寄回来我们修理还是这样子，不用1对1更换，这种的售后服务啦，我相信是别的商家都给不到你的啦。然后这个 LED 灯呢，它的安装方式其实也非常简单啊，各位自己在家都可以进行 DIY 的，只需要把你原装的灯把它转出来，再来把 socket 插下去。
去，其实就是 plug and play， 不需要动到 wiring。那么没有错，要买到这么好用的 LED 灯，当然就要去到 Rider ATS 的官方网店 Rider ATS Official Store。当然这个网店呢，也是由 Rangerman 本人我进行打理，包括寄货包货都是我自己在做。Rider ATS 团队也会送上我们的小心意有一个小 free gift 要送给各位这个网店的 link 我都会放在说明栏还有留言区那边没错，这么好用的 LED， 赶快去下单各位。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 ，Let's go。OK， 刚刚呢就经过我们一段差不多几公里罢了的骑行啦，不到10公里，然后我们就试了这个比较旧款的 Honda Air Black 这台摩托其实驾起来还算不错啦，因为它是一辆租用的摩托，所以可想而知它的 condition 不是很好啦，油门响应很慢，然后它的 brake 也不是很刺了。我们拿到的时候，它的轮胎气压也已经很低了，我们刚才有去打风啦。但是讲回这个汽油这里真的是比较贵啦。刚才我们打1.6 L 要8块钱，在马来西亚这样子的车油的话，一定天下大乱。可是很奇怪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在越南这里他们的汽油这样贵，可是他们的物价不高。如果在马来西亚现在1 L RON 95是2块05分，起价1毛钱的话，好不好？我们讲起价1毛钱，一定会全马物价大暴涨。为什么呢 ？Transport 就起价了，什么Lalamove、Shopee、GrabFood还是什么东西都会跟着起价。那如果物价起价的话，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东西都会起价，那我们人民的消费就会跟着高涨起来。所以我是很奇怪，为什么在越南这边他们的油价那么高，可是他们的吃喝玩乐那么便宜，真是不太明白OK， 今天的这一集 Motor Content 大概就先到这里。还想看我试驾什么摩托的话，赶快留言区打上来，有机会都会试驾给大家看20块马币租1天，打油一半多一点，打到满，打1.6 L 8块钱，给我体验到很不错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越南这里，你不要看路很乱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有安全意识，驾摩托都很小心虽然你会听到一直有 horn， 可是那个 horn 不是恶意的，是提醒你我在你后面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越南他们的骑行文化是很不错，值得马来西亚人学习。马来西亚的骑行文化会比较暴力一点尤其你们知道的 Superman 那些不鼓励所以如果有一天马来西亚的油价起到那么高的话，会不会大家都会小心骑车呢？如果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话，那么希望汽油起价过后，大家可以更加小心、更加安全的骑车。好像这里这样，我觉得比我们马来西亚人骑车来得更有文化。好，今天这集就先这样，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S，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